欢迎回来。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表示，美中关系恢复稳定至关重要，两国应继续保持持续性对话。布林肯透露，下周他将会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华见闻。他还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美国内阁官员访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期间参与对华外交政策的讨论。他表示，美国目前正努力巩固中美关系。为此，在过去2个月里，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先后前往中国访问。It was important to us 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to put a floor under i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re clearly in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which would not be in our interest.Not be in anyone's interest. 在现场提问环节，布林肯被问到基辛格此次访华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做外交官的好处之一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与基辛格交谈各种事情，并从中获得新的见解。他还透露，在基辛格访华前，两人也有过长时间的交流。布林肯表示，下周他将再次与基辛格见面，以听取他的访华见闻。基辛格访华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20号，习近平在与他会见时，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这也是基辛格1971年7月首次访华时下榻的地点。周恩来总理当时还在这座小楼里与他会见。值得指出的是，基辛格此行还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见。美国舆论认为，在新加坡相会期间，中美防长握手但没有会见，但基辛格却做到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基辛格此前访华时很少与中国防长会面，相信这次是他主动提出要见李尚福。白宫为此还大发酸言，抱怨称基辛格比现任美国官员更受北京待见，却只字不提明明是美方制造障碍在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基辛格此次未经事先公布的对华访问看起来是私人行程，并不是拜登政府有组织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联社则报道称，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如此高规格接待基辛格，释放的信息就是希望中美关系在民间层面恢复积极的发展势头。观察指出，基辛格这次访华虽然并非官方行程，但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布林肯在论坛上强调，美中关系恢复稳定至关重要，两国应继续保持持续性对话。他透露，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美国官员将前往中国，中方也可能派代表访美。布林肯声称，双方要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直接明确地处理双方的分歧，也要寻找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基辛格本人呢，也是受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信任啊，在100岁呢还是访问中国，也是带来了美国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但是呢，我想呢，这次来的访问呢啊，应该是中国方面也跟他透露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和想法啊。通过他的理解，然后传达给美国方面。我觉得下一阶段呢，中美双方呢有可能沿着啊当前的这样一个。加强沟通啊，这个提高这个互访啊这样一个渠道来走，应该是有一个目标啊，都在为今年11月份在美国旧金山这个举行的 APEC 峰会中美领导人可能会见面就在做一系列的准备。阿斯彭安全论坛由美国智库机构阿斯彭战略小组主办，每年夏季和冬季各举行一次。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19号也应邀出席该论坛，重点就中美关系、中国发展意图、台湾问题、美对华科技打压等深入阐述中方政策立场。他表示，近期美国内围绕对华政策进行了一些反思，中美开展了一系列高层交往，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这为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提供了契机。契机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更需要巩固。Sino-U.S. relations is so important that we simply cannot let it fail, and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our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bring this relationship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谢峰还提出3点呼吁：一是缩短负面清单，2是拉长正面清单，3是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找出来、请出来，大家一起发声出力，推动中美关系逐步回归正轨。我想中国方面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中国呢希望中美基于共同的利益能够进行合作。但是呢，与此同时，对于美国侵害中国的国家主权的这样的利益
必须坚决的抵制啊。中国方面认为呢，只要你美国中共尊重中国的利益你这样一个竞争是一种平等的正向的建设性的，对吧？那么中美之间完全可以不需要有所谓的防护栏中美关系一样可以稳定如果你加装了一个防护栏以后呢继续侵害中国的利益，那中方说我对不起我一定要坚决的斗争21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在阿斯彭论坛上谈及对华政策。他提及今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的会晤。沙利文形容那次对话是直截了当的，中方对美方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很多关切。他还宣称，美国将不得不无限期与中国共存，这会是未来国际格局的特点。与大国共存将是美国施策的基本战略前提。美国并不寻求一种终结的状态，但致力于建立一种基本上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的稳定状态。I actually think being clear, straightforward, just getting down to the core practicalities, there is, I think,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a stable relationship, even though that relationship is inherently competitive and will involve us doing things that Beijing doesn't like and will involve Beijing doing things that we don't like. But diplomacy is all about being able to manage that set of structural factors,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engaged in right now. 我们看到呢，他所讲的这样一个寻求这样一个稳定的关系实际上是带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情况下呢，因为它是一个面临着中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势头美国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局面要寻求跟中国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呢，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个时候这个中美的实力发生了变化这个失衡的时候，或者说美国呢重新获得力量地位的时候呢，他又会反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深圳卫视注意到，16号，美国财长耶伦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美国应寻求进一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他话锋一转称，任何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都将激起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因此眼下考虑此事还为时尚早。Perhaps over time, this is an area where we could make progress, but I would say it's premature.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脱钩断链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彭博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周与布林肯等高官会面时，呼吁拜登政府仔细研究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带来的实际影响，并在实施下一步限制之前暂停有关措施。报道称，英特尔 CEO 帕特基尔辛格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并没有达到减缓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的预期效果，反而会限制美企在华业务，损害美国在该行业的领导地位。去年1月，英特尔宣布计划投资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新建2家芯片工厂，以扩大该公司芯片制造业务。路透社称，建成后这将成为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基尔辛格当天也在会场上警告称，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设这个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的计划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而同一会场上的英伟达创始人 CEO 黄仁勋也表示，限制该公司芯片在华销售只会让替代产品更受欢迎。此前有美媒曝光，美国商务部将于7月底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令这些美国芯片对华出口雪上加霜。彭博社指出，去年开始实施的管制措施已经令美国芯片大厂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拜登政府再这样釜底抽薪，美国芯片公司的后续研发投入将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但有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听取了简报，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和表态。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去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为1800亿美元，超过全球总额5559亿美元的1/3，是最大的单一市场。该协会17号发表声明，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销售，允许该行业继续拥有中国市场。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名义推动小院高墙的一个政策有可能就是这个适得其反。一方面呢，不断的增强中国的企业创新的动力，会这个取代这样一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可能会导致就是美国的企业呢，就是伤势就是在中国的市场，最后呢没有中国市场来支撑美国的这些企业在下一阶段的创新呢，就会失去财政的支持。实际上，我想呢，这个业界呀，他们的担忧是非常深的。但是来说呢，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的这些产业巨头他们的这个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华盛顿的决策现在看来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继美国与荷兰之后，日本管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新规7月23号正式生效。虽然日本政府声称这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舆论认为这是配合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管制措施。这项管制措施不仅会对中日企业造成双输，也会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今年5月23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外汇法法令修正案，把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列入出口管理限制对象名单。经过2个月的公告期，管制措施从7月23号起正式实施。日本的管制物品清单现在包括用于清洁、检查和光刻的设备，约有10家从事此类设备制造的日本公司可能会受到规定影响。按用于计算的逻辑半导体的性能来看，均为制造线路宽度在10到14纳米以下的尖端产品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日方还列出了包含42个国家或地区的友好清单，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在列。这些国家或地区将不受新规的出口管制限制，但所谓友好清单不包含中国。根据新规，非友好清单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受管制的设备时，企业需要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许可。但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东京都千代田区专务理事杜部杰透露，申请需要的文件十分繁琐，而且相关产品事实上将无法出口至中国。日本经济产业省此前表示，新规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日本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的措施，与2022年10月美国出台的对华半导体管制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半导体设备管制新规实施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声称，中日关系正原地踏步，但两国密不可分，希望中日在保持对话的同时维持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岸田还以邻居和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来称呼中国。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对尖端半导体的投资趋于缓慢，但不需要尖端技术的成熟产品的生产正在大幅增长，主要用于汽车和工业设备。由于非尖端设备仍然可以出口，日本与中国的业务将持续扩大。该报还认为，由于美方先行出台对华半导体管制措施，因此日方新规对中日尖端半导体设备贸易的影响在去年就已经显现，因此影响不大。日本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但美方1986年通过美日半导体协定等措施进行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开始萎缩，但原材料等上游产品和设备的技术储备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原材料方面，日本企业生产的14种关键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在半导体设备制造方面，东京电子、佳能、爱德万等日本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0%，其中约40%产品的买家是中国企业。2021年，中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中，日本产品货值是美国产品的2倍。在新规出台之前，日本半导体行业团体和企业纷纷向岸田政府提交意见，表达了业界对未来的担忧，但最终出台的新规无视了企业的诉求。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23号表示，非常关注新规是否将给行业造成额外的冲击。如果对中国实施这种出口管制以后，那显然中国这块市场它就必将失去。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失去1/4市场，然后再加上其国际环境的不景气，那对它这个产业的打击肯定是非常直接和非常严重的。
今年年初，美国、荷兰、日本3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对中国芯片制造施加新的设备出口管制和限制。6月30号，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而日本此次生效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法案，正是其配合美国所谓的经济脱钩战略的一部分，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现有中日经贸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目前，日本对华贸易规模占其整体贸易规模近2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应询表示，日前日方宣布将加强对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人为对中日正常半导体产业合作设限。中方已就此在不同层级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中国商务部此前也表示，日方公布的措施未回应业界合理诉求，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针对美日荷3国的行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多边场合展开了合理、合法、有理有据的维权行动。近期，在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对美国、日本和荷兰之间关于芯片出口限制的协议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当然出现了一些限制措施，日本跟进的话，实际上对我们半导体的扩张的冲击是非常直接的，这是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应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呢这次的事件使我们知道了自主可控的重要性，知道了半导体这些尖端行业自主掌控的重要性，所以呢中国的这些行业，我估计会进一步的奋发向上，会加倍的努力。当然了，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该国企业正在寻找国内以及美国和欧洲纷纷扩大芯片产能的商机，而最新的考虑是加强与印度的合作。20号，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与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半导体领域政策对话及产业合作备忘录。印方声明透露，日本将在半导体、钢铁等多个领域对印度投资约5万亿日元，约合2562亿人民币。有分析认为，目前印度的半导体产业几乎是空白，日本实际上看重的是印度的稀土等矿产资源。此外，日本媒体十分关注近日富士康在印度的一桩失败商业项目，认为这对希望投资印度的日本半导体企业来说也是风险警告。去年，来自中国台湾的富士康与印度企业维丹塔集团宣布联手建芯片制造厂，总投资高达195亿美元。但今年7月10号，富士康宣告退出项目，因为印度政府允诺的补贴迟迟没有动静。路透社认为，虽然印度政府2021年宣布总额约10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吸引全球芯片制造商，但该国政府似乎正捂紧钱袋子，不希望将补贴提供给外国公司，这导致富士康印度芯片项目失败。印度它的税收政策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在这个印度都实际上，在税收这个方面都吃过很大的亏，或者说都踩了坑。所以呢，这个日本的企业，我想呢，在未来的经营当中也不会例外。当然，除这个以外呢，印度的营商环境啊，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我想呢，日本和印度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虽然目前合作的意愿比较强，而且呢，在短期内也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总体上真正的取代中国市场，我认为还是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100岁老人基辛格访华的影响力，让中美关系成为几乎同期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的焦点议题。布林肯与沙利文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论述。那您如何解读这2位美方高官主动释放的信号呢？是的，程倩，拜登总统的外事左右手在阿斯彭论坛上的讲话，直接印证了100岁老人基辛格访华的影响力绝对是现象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借此机会抛出的中美十字路口抉择论，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了大洋彼岸。
布林肯与沙利文在论坛上的表态，在我看来正是一种委婉的回应。我们有必要研判一下这两位美国政府的实权人物分别是什么角度去解码中方信号的。毫不意外的，布林肯再次强调了中美保持沟通的重要性。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现场记者非常关注基辛格的再次访华，布林肯则对外披露了他经常向基辛格问道请益的细节。这其实也是从美国官方的角度公开承认，基辛格绝不仅仅是一位所谓普通的美国公民而已嘛。在我看来，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学界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的先行者，是行走的岁月史书，是美国解码中国的一本活字典。有点可惜的是，拜登执政以来一度有点将基辛格边缘化的意思，只有当布林肯们在北京踢到铁板了，才反应过来要去敲基辛格的门。其实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一直就摆在明面上，反倒是美国政府这些年越发的像一只鸵鸟，以为把头埋起来就能逃避一切困难。至于沙利文那句“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长期共存”，我倒觉得大家姑且听之就好了。事实上，在2021年，沙利文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还公开谈及美国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美国政府的高参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直到今天，你们才意识到中国的不可撼动与不可侵犯吗？在我看来，美国正在逐渐从一种对中国崛起的应激反应中逐渐冷静下来。经过这几年的动态博弈，美国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以某种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去面对中国的崛起，负责任地管理两个大国的竞合关系，反而可能会把美国的国运搭进去，葬送基业。布林肯与沙利文再次强调中美保持沟通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又煽动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筑起高墙。那么，想请教吴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这种一边寻求沟通，一边张罗围堵的两面性呢？美方会不厌其烦地强调沟通交流的必要性，却又以朝着相反方向的实际行动消减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有效性。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派，正在毒害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归根结底是在亲手毁坏彼此的战略互信。它一定会降低中方沟通的积极性。说来也是多怪事儿，一边说要见中国的国防部长，一边却又不愿取消上届政府做出的无理制裁；一边说不寻求脱钩，一边却又在厘清科技产业的楚河汉界。一边说不支持台独，却一边在加码对台军售，操弄岛内选举。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源于对象的取态，更看重对方的实际动作。我一直强调，如果美国一直以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那么中国也必然会追求实力与地位，以便于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不落下风，守住底线跟尊严。如果美国政府一再玩弄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那么中国自然会以底线思维去研判美国的一举一动。那么长此以往谁也别想好好过日子了。沙利文说，中国的同行们似乎对给中美关系加上安全带缺乏兴趣。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信号曲解。中国本就不打算与美国正面碰撞，美国却丢出了一套所谓即便撞了车也要确保人没事的歪理。怎么？难道美国的同行们真的做好了撞车的打算吗？如果中美两个大国真的高速对撞，就算把人五花大绑捆在椅子上，真的就安全了吗？美国政府还是要把心思用在思考中美如何避免撞车上。最根本的方向如果错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只能是错上加错。好的，谢谢吴。大陆高校师生团一行37人，23号中午圆满结束在台湾的交流参访，乘机返回北京。这趟9天8夜的行程，大家马不停蹄地跑了台北、新竹、台中、花莲等县市，包括台湾北部、中部与东部，被岛内媒体打趣地称为“铁人行程”。马英九基本全程陪同。他在总结时表示，这次大陆师生回访活动非常成功，希望以后每年都举办两岸同学互访。记者早上也在酒店门口记录了两岸师生依依不舍话别的感人场面。
结束在台湾9天8夜的行程，大陆师生团今天下午1点搭乘国航班机返回北京。过去几天中呢，两岸的师生一起交流，一同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到地标景点来打卡，一起放天灯祈福，留下满满的回忆瞬间。今天早上呢，记者们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见证了两岸师友同学们的话别场面，和昨晚的欢送宴会上有人依依不舍、流泪不同呢，今天大家则是有说有笑，合影留念，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有大陆同学表示说，台湾朋友十分的热情，送了他不少礼物哦，加上自己买的这个台湾特产，之前带来的行李箱已经装不下了，自己是满载而归。还有台湾同学说呢，和大陆同学是一见如故，彼此就有聊不完的话题，约好以后要见面再继续聊。促成这一次大陆师生回访的马英九则是表示，他非常的欣慰这一次的活动很成功，未来除了继续促进两岸师生的交流，还将进一步推动两岸大学的校长论坛。大陆师生团乘大巴前往机场前，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同学一早就赶来送行。他对记者表示，并非随团的台湾学生，而是与到访文化大学的湖南大学同学通过交流认识，结下了友谊。有湖南大学的同学则表示，大家友谊匪浅，因为自己买了太多伴手礼放不下，因此还拜托这位文化大学的同学帮忙采购行李箱。虽然大陆师生团是搭下午1点的国航班机飞往北京，但上午10点就已经有奥运冠军、北京大学毕业生丁宁的粉丝前来等候。随后过来排队值机的丁宁见到他们十分开心，还亲切地称粉丝们为叮当。台湾粉丝送上亲手制作的画册给丁宁，包括丁宁参赛和这次来台湾的美照。收到礼物的丁宁很高兴，笑眯眯地翻看。记者注意到，除了随身的行李箱外，丁宁还额外拎了3、4个伴手礼袋子，几乎都快要拿不下了。在值机大厅，大陆师生团们与台湾同学们互赠签名、合影留念、拥抱道别。我还造来有100公斤呢，真的假的？挺重的，这么轻啊！对，小心。1、2、3。签字签不上去，能来啊！你快来！我们大鲁大董瑞瑞，还要拥抱一下吗？感谢，辛苦了！舍不得，一定要来北京，一定要来北京，一定要来北京。在进入安检口的最后一刻，大陆同学对着镜头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周老师，拜拜。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表示，此访的许多大陆同学都说很想再来台湾，想带家人过来自由行，去太鲁阁再走一遍，去夜市再体验一下台湾小吃的美味。也有同学说，希望以后能来台湾读书或者做交换生。大陆同学到台湾来真正的感受到，第一个，台湾的我们的乡亲对他们是非常的正面，非常的善意，他们所到之处台湾乡亲都竖起大拇指欢迎他们。很多人都说你们应该来看看。也有很多的那个乡亲拿出这个不管是食品或者是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台湾人是充满了温暖跟善意的。我们希望明年都要举办这样的这个两岸同学互访，台湾同学去访问大陆。大陆同学也来访问台湾。在回顾22号晚马英九为大陆师生团举办的欢送晚宴时，肖旭岑形容大家都非常开心，很多大陆同学都流下眼泪，舍不得跟台湾的同学分开，场面令人动容。在晚宴上，访问团团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表示，非常感谢马英九先生与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相信这对大陆同学来说都是一生难忘的旅程。这几天行程中，他们也感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与善意，让他深刻感受两岸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双方的情感是化不开的。
马英九则指出，这次访问政大、文化、台大、东华4所大学，大陆同学与台湾同学都有非常深入的交流与互动，这也是他今年3月带着大9学堂同学访问大陆后，决心推动大陆同学回访的重要原因。他也非常欣慰，这次的访问非常成功，接下来希望还能推动两岸大学校长论坛的举办。37名大陆师生在台湾期间的一举一动也影响力出圈，给台湾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1号晚，参访团曾到新北市九份老街游览。当晚的导览员、台湾酒窝胶囊旅店负责人郭志清后来接受采访时就提到，他感受到大陆师生团非常有活力。当他提及团队叫酒窝时，同学们还开心地唱起林俊杰的歌曲《小酒窝》。在与大陆同学们的问答交流中，他也重新学会了从大陆的角度看待事情。22号下午，参访团到新北市平西老街放天灯时，当地警方出动了约20名警力维持秩序。行程结束时，有新北市警察告诉记者，大陆学生们谦恭有礼，不忘感谢警察，这样的互动很好。9天8夜，大陆师生先后走访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东华大学，与台湾学生座谈交流，并赴新竹、台中、台北、花莲、新北参访，近距离了解宝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音乐厅内，喜庆欢快的民乐花好月圆奏响，台下两岸师生和嘉宾击节相贺。在台湾政治大学，奥运冠军丁宁悉心指导政大校队选手接发球技巧，还一展其招牌下蹲砍式发球。大陆学生和负责接待的台湾学生互相熟悉的催化剂，则是游览车上的卡拉 OK， 两岸流行金曲串联起彼此的共同记忆。新华社在题为“青春作伴，未来同行”大陆高校师生团访问宝岛纪行的报道中写道：“一路行，万千情。”大陆师生亲身感受台湾同胞的热情友善，两岸青年亲密互动，真诚交心，许下青春作伴，未来同行的共同心愿，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写下动人佳话。参与了大陆师生团3天行程的马英九基金会董事、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认为，这是一次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青年交流，会让两岸人民省思避免误解，促进了解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取决于各自的内外环境，但是基础一定是人民之间的相互观感及互动质量。所以，一些隔阂虽然一时半刻难以消除，但民间交流将会为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蓄积能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大陆高校师生团访台行程结束，现已返回北京。那您怎么看这次大陆师生团访台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呢？主持人好，受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中国大陆学生参访团抵达台湾访学，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这是3年多来大陆高校师生首次组团赴台，希望两岸和平的人们对此是抱有热切的期待。有海外网友说，在台海兵凶战危的时刻，大陆师生团的到来仿佛一束和平的光亮，似乎给舒缓两岸紧张情势敲开了锁。其实两岸本来是同根同源、同文化、同习俗，交流没有语言障碍，生活习俗没有陌生感，打的是乒乓球，唱的是铁血丹心，合奏的是沧海一声笑，举头手足，一促一平，无需解释就能了然于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两岸都是中国人。有位台湾网友的话让我记忆深刻，要打桌球不打仗，两岸一家中国心。这是他在看到奥运冠军丁宁和政治大学校队切磋以后的感悟。这些都是大陆师生团访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成效有3点：一是大陆师生团的旋风式访台，像一股清风，吹散去中国化雾霾。台湾民众看到的大陆师生与自己没啥两样，这会强化两岸都是中国人的情怀。民进党这个当局执政台湾7年多了两岸不仅停止了交流，就连大陆学生赴台求学都被清零。那么加上台当局不断的修改历史教科书，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相当部分这个台湾青年被误导。这次大陆师生团与台湾师生这个朝夕相处，民众在电视上一睹大陆师生的风采，自然会直观的看到两岸
都是中国人，维护和平、共同进步呢才是大道。二是两岸呢需要恢复各方面的交流，隔膜产生误会，误会产生冲突，两岸呢只有快速的交流起来、互动起来，才能消除隔阂与误会，化解彼此的敌意。三是对台湾岛内认同一个中国的政党起到了鼓励和推动作用。也许是巧合，大陆师生团结束访台行程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呢召开全代会，被确定为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的侯友宜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我反对台独，加强两岸交流，降低两岸冲突。大陆师生团访台与台湾政治呢是关联不大的，但是对台湾的政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起码呢，从这次这个访问行程表明呢，两岸加强交流，认同一个中国，就能够降低两岸冲突。要是继续搞去中国化、以美谋独，结果呢都是兵凶战危，一条死路。海外媒体对大陆高校师生团访台又有怎样的说法和评论呢？马英九亲自邀请的中国大陆师生参访团访台呢，在两岸及海外引发了高度的关注。马英九基金会说，这次陆生来台访问受到了各地民众的欢迎，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效果超乎预期。这次交流活动对维护台海和平和减缓这个台海紧张意义重大，希望两岸呢尽快开放这个两岸的常态化交流。法新社报道说，马英九成功邀请5所大学37人访台交流，敦促蔡英文不要把他们看作是解放军士兵。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台当局中断两岸交流以后这个台海局势越发紧张。马英九相信年轻人掌握着两岸关系的未来，更好的彼此了解就能够比战。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大陆尖子生亲自踏足台湾，领略宝岛风土人情，多多少少能为两岸关系创造良好的契机，注入新的活力。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